来吧，新玩具。今天咱们也是第一手拿到 NA 的通天晓大货的版本，咱们直接来看一下吧。应该算是全网的第一个变形的视频。盒子的外包装这回是一个长条的形式，这里边的透明窗户也是能看到车型在里边收纳的位置。外观的包装也是那种很复古的味道，上面这里是人形和车型，下方这里是内盒的这个白柱子。背后这里是跟惊破天大战的这么一个场景图吧。纸品方面，一份说明书，正反面印刷也是介绍的挺详细的，连核心的变形和通天晓最后的合体都有。内容物方面有这么多，除了车厢和车头，现在是就是在盒子里边吧，他们是这样去搭载的。这两个上面的导弹，还有2对替换手型，3把枪，这个是装在袋子里的。内容物方面就这么多，我们转圈来看一下。整体来看的话，颜色还是挺亮丽的。车头的部分上了漆，它不光是白色的原色零件，它在上面上了一层类似珠光漆的一个表现，可能镜头里边看的不明显吧。如果说跟 G1 的原设定图来对比看的话，其实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。跟设定图来对比一下，其实我个人有点觉得这个车厢是不是有点短了？还有就是这一节是不是连的有点宽了呀？如果说这个车厢的部位啊，再往前靠一靠，能再长这么一丢丢的话，这个车厢整体就好看了，也就是它变成车的样子就更好看了一些啊。然后呢，车头这个部位，连轴的地方是可以左右旋转去拐弯的。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咬合的扣子，所以拿起来也不会掉啊，这块咬的挺好的。车头的这个造型跟 MP44 的那个车头造型很像，而且其实大家看这个设定图里边是一个白保险杠，这个设定图跟原作动画片其实也有出入。正常在动画片里边要还原的话，这保险杠确实是红的，后边这里这个轮子这里有一节镂空的地方啊。倒是10个轮子都能接地，推车什么的也还好。然后就是车尾的部分，这一节跑道是可以打开的，打开以后里边也是可以往进装那个 NA 的小车啊，这个宽度装 NA 的尺寸。接着把这一节放下来，然后上边的这一节跑道呢也可以装其他的小车。然后咱们把这个东西分离开，它这个是左右夹合的一个扣子，把这一块左右拆开，车门这里可以打开，里边当然再没有这么小的人了。如果你能有这么小的人的话，也是可以坐进去的。我们可以看拳头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座位，上边是有一点点的空间，这个跟44的那个空间有点像。车窗这些地方都是透明的玻璃，很好看。而且车头灯这里有分色的处理，前边的进气格栅银漆涂装，甚至连雨刮器也用黑色的勾线给你勾了出来。底盘来看，整整齐齐的，你从底盘基本上也看不出来它怎么变，能觉得这是个裤衩，这是2个小腿。好，首先我们先从下半盘开始变细，先把2条腿做出来吧。左右这里的卡扣全部拆松，然后一个 Z 字折叠，这等于就是个双关节啊。这里边也有一些卡扣，我们把这个卡扣也脱开， M 字打开，变成现在的样子。然后这个地方是假油箱，其实在车型的情况下，像是屁股后边的2个大灯啊，2个车尾灯，我们把它折到90度的角度。这里折这一块的时候注意一下，因为这里有一个卡扣啊，我们稍微的用点力把它折起来，然后顺势把这一块打开的同时，下面的这一块腿板我们跟着往出翻，旋转180度，挪到这边来，这油箱要跟着过来。好，变成这个样子。接着又一个双关节，我们原先这一块板子是这样的，一个 Z 字的双关节，把它拉起来，
接着往开撇下方的这块带轮子的地方，后轮两边夹起来，完全隐藏。然后脚部，这个脚底呢，其实在车型状态下是尾油箱、假油箱，这回做到了脚底，折成这个样子。然后我们往回扣合，把这些卡扣都包一圈下来，咬住了。接着脚丫子转到这个角度，往回折叠，两个轮子夹起来，藏在了脚踝里。哎，这个藏得好啊！其实很多第三方在设计藏腿部的后两个轮子的时候，他们都会藏到小腿里。NA 这一回呢，藏到脚踝里边了，这一步真的很妙。哎，变到这个样子，其实我们看腿是反的，然后从大腿根部旋转180，我们扭到那边去，正常的角度。哎，这条腿再来看一下，这变形很好玩。首先，我们把这些都散开啊，炸成片儿。炸碎了它，接着顺着这个板子转一圈，180度拧下来，先定好这个中间的芯儿的位置，然后这里双关节打开，立起来的，后轮夹住，完全隐藏。脚丫子现在是有一个错落的位置，旋转一个90度。90度就行了，把这一块转平即可。接着包腿，一圈整体的全包过来，然后再往上抬90度，把这个轮子露着边缘的这块冲着腿的心儿里边，脚踝接地关节往里一扣。这个关节在人形的时候起到的是脚部接地的作用，但也是变形的一个关节。两条腿我们就变完了，转到正确的角度上。变形其实没多少零件，简单巧妙，有点意思。接着我们先把两条腿夹起来，不要把它延展开，因为上半身这里我们需要避让一些空间。把这里的两个扣子拆开，后裙甲双段关节折起来。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里边有2节的合金件，中间的连杆都是合金的。然后继续往开拆，下半身我们就不管它了，开始处理上半个车头。车头的位置，先把车门打开，打开以后把半截车窗180度折进去，这里是透明件。接着顺势把这一块一个凹字形整体的往起掀开盖。接着从这面看，再把这2个车门90度往前折叠，放这里备用。然后前边的进气格栅往前拉一个滑道伸长，这块的卡扣我们现在已经松开了，轮子往下放一放，胳膊从这里拆开中间的这个连接的卡扣，把它伸出来，先伸展，然后注意啊，你变形的时候是往这个方向去折叠的，但是人形的曲肘关节其实是另外的一个面，这面的空洞呢，把这片杆子90度，把这片板子90度折叠过来就堵住了，这回不漏窟窿了，这点很好。2个胳膊先变成这个样子，然后我们还是进一步的腾空间，把这2块腰腹部的零件往起稍微的折叠一点点角度，腾开位置，因为我们现在要旋转这个前面的红色保险杠，里外翻转个180度，把这个假胸露出来，这个胸口是假的，藏在保险杠的下方了。然后我们把它翻过来，轮子边缘朝里。这个时候就先把脑袋弄出来吧，红色的零件翻起来往外拉，把白通头
放出来，这块放回去。接着有一个小的细节，你的胳膊现在其实是反的，要把尖头的这个零件拧180度。看一下，这个180度一翻转呢，胳膊就到了轴，就到了正中心的位置。拧180，好，摆齐。接着往下折，这里边有3段的折叠关节，我们要卷胸，内卷。这个真的是内卷状态。卷到什么程度呢？就下边的这2个板子，车头灯、车门，整个的贴合到腋下，变成了肋骨，内卷进去，贴到这里变成了一个夹层。哎，这个时候旋转180度，把这个假胸贴上来，这个胸部就变窄了，一个是变窄了，一个变成了3角胸，夹起来了。你从正面看吧，挺好看，但是从上面看的时候，会暴露出来2对真假胸的不同的车灯，车头的这个灯啊，你也能看到这2个车灯的位置是不一样的，一个是斜着的靠紧凑一些，一个是平着的分开。这个也是 NA 的真假胸替换，但是这个地方稍微的有点露怯啊，稍微的会暴露一些。腰部这里下方的合金件我们往上贴，然后把轮子插到中间的缝隙里去。哎，腰部的这一块变形就大同小异了。MP10，还有那个曾经的那个经典 1.0 的大眼柱子啊，开创的这个长轮子变腰部的模式。好，变好了以后，我们在下方的合金杆 Z 字折叠放下来，贴合过去，从腰部旋转180度，裙甲扭180度，调整。然后2面的侧裙甲打开，把胯部一个双折叠调整到它应该有的位置上。最后整理一下，胳膊放下来，注意胳膊关节的位置，手扭过来，带有这个横杠和3角的是正面。这款白通的内核吧，基本上就变完了。这个擎天柱的，不能说擎天，这个白通的变形啊，很有意思。这个变形的逻辑非常的好玩，但是总觉得身材比例稍微的有一点怪。这样立正的比一下，其实我感觉啊，如果这样看的话，这个通天晓是没问题的，就是这个白通啊，柱子芯儿应该是没问题的。这样看也是没问题的，放在一起看，比例稍微有一点点失衡，腿有一点点细了，窄了。其实你要说现在的第三方在做擎天柱这些造型的时候，应该大部分会照着44的这个正面去修。腰部短的情况下不是很明显吧，没有短太多，但是也稍微的有一点。我觉得问题是出在这2条腿上。这个腿如果再能稍微的宽一点，可能会好看一些吧。我给稍微的往高拉一点，因为它这个胯部这里有一个双关节，可以稍微的往长拉。你看腿拉长一点，是不是效果好一些？跟刚才比起来的话，反正它这个胯可以调嘛。如果说喜欢这个造型的，大家到时候自己往下拉一点，自己调一下，应该也能。整体来说的变形是真的很好玩，但是在美型上面呢，可能稍微的差了那么一点点，自己稍微的调一下吧。拿出来 NA 的这款老 V 跟这款白色通天晓的核心放在一块对比一下，感觉身高差不多啊，到头顶几乎平行吧。首先我们先把这个地方的腰部 Z 字折叠，把里边的合金杆拉开，腾开一些空间，胳膊举起来，腰部这里2个轮子先拨开，也是相当于半逆变的一个过程吧，因为我们需要调整很多的地方啊，主要是调细节。
这个时候其实把这个内卷的前车帘打开，解开这么多的步骤，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旋转这个胳膊的肩膀部分，旋转肩膀部分，让这个胳膊从中间调到后边去，剩下的我们就可以再密合一圈了。哎，对了，我忘了说了，这个胸口还是可以打开的，里边有能源宝。这个时候呢，旋转一下，拳头往下放，我们要把胳膊摆到肩头的这个位置上。变以前呢，我们先把头放进去，头这回就不往这个空间里边放了，因为下方已经有轮子了。我们把头转一个90度，横在这里，后边的红色的这块面板呢再贴合过来，这个就相当于通天晓后边背包的那个造型了。接着我们把2条胳膊放上去就可以了。夹一下定位子，调好。哎，一个 G 形态就变完了。我们先把这个核心的部分放在边上，马甲掏出来。这一步的拆合，首先先把这地方的2个左右的卡扣打开，这块撸起来，然后我们翻到底盘来看，从这里拆开2个卡扣，翻出来一节，然后这个地方中间的卡扣打开，脱下来2节，腿甲左右藏在这个凹洞，分成了这么几块，然后每一块的单独再来变形。头部这里往上立，放下来，胳膊中间所有的卡扣打开，然后这里的有一个小卡扣需要旋转90度隐藏起来，直接一个180度翻过去。哎，这2个导弹我们要摘掉啊，这是在车型下搭载的地方，我先摘下来，翻到这边来，然后从这儿看，拳头90度翻出 Z 字折叠合并小臂，然后再180度顺着双关节把所有的卡扣扣上，放下来，再一个 Z 字折叠贴合到正确的角度上，找一个导弹，这个插在肩头，左右是不一样的，一个是有装，一个是有动的。另外的一条胳膊，手臂90度翻出 Z 字折叠合并小臂，180度翻转贴合肩头，立起来 Z 字折叠往前调，这边又出来一个装，插这个导弹，上半身放一边，裙甲就是把这几片翻下来，翻成这个百褶裙，迷你百褶裙。2片大腿甲不用管它，大脚板往下翻90度，旋转180往上贴，轮子提上去，翻到里边看，下方的这些白色的板子往上贴，红色的板子这里边的卡扣打开，双折叠放下来，然后往里卷，这块先不要盖，最后合并的时候再说。内卷行为，拿出这个核心来，直接跟这么套合进去，套进去以后把这些卡扣卡住，这个地方已经有卡扣了，红色和腿肚子之间的卡扣，蓝色和前方的这个地方的卡扣，接地摆出来一条腿，然后我们拿出一个大腿的增粗部件贴上，中间这里腰部这儿有2个卡槽，顺着这个卡进去以后往下压，然后基本上下边就差不多了。胸口的这一块先张开，我们把这里全部的插进去，卡到底，左右这里插合2个卡扣，
定好，最后腰部 Z 字折叠再合并回来。好了 ，NA 的马甲通天晓全部变形，现在就完成了。其实咱们先说优点啊，这一块红色的这个盖板的还原度做的还是不错的，因为后背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中间的芯儿。但是除了这一块红色中间的这个芯儿，后背是完全不还原的，因为除了这一块红色的一个还原份额，其他的这一块你看到的全部都是白通的零件，这后背暴露的很多，包括后背屁股这一块大腿的部分，这里都没有很好的隐藏起来。腿部的内侧这里的颜色是不对的，有的人说啊，大腿内侧应该是红色，有的人说应该是蓝色，但我觉得应该不会是白色的。然后就是大家可能诟病更多的是肩上边这里看，这里能暴露着擎天柱两个胳膊，不是白通的两个胳膊啊，就放在这里。其实它等于是加厚加高的这么一个模组吧，一个方块。但正面看还行，就是在颜色暴露的问题上，这款通天晓最终合体完了以后，有一些地方是暴露出来的，有点露怯了。再加上人物的身材比例，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核心的问题吧，这个白通当时就显得有点腿短，所以合体成通天晓以后穿上马甲，我感觉还是有点腿短。然后的小细节，胸口这里可以打开，打开这个盖子也是把白通的这个胸口给你露出来了，里边的能源宝也是可以开舱盖刻画的。在做工用料方面保持了 NA 加一致的这个优秀的高素质啊。通天晓合体马甲了以后呢，身上暴露的颜色 bug 比较多，包括上边后边小腿内侧这里这些颜色 bug 是有一些问题的，但终归来说它是一个小比例啊。翻回来再想，你架不住它变形好玩呀，这个变形设计太妙了，很棒的一套变形设计，可以说也是保持了 NA 加的一贯的这种好玩的变形风格。它并没有做很多的零件，然后只是一些正反面的转换，还有在零件的一些角度上面的取舍吧，能把这个擎天柱以不同的方式演绎出来，变形了一个车头。可能在美型上边，美型的比例区分上边，不是说身高比例啊，在美型比例上边 NA 可能还有一部分需要进步的地方，但是整体来说，他们家如果说你喜欢 NA， 我觉得你不会是因为他家的美型喜欢它，更多的人会是喜欢他家的变形风格。拿出 NA 加的威震天来对比一下身高啊，比威震天高出来一个通天晓的大头吧，这样一个身高。总归来说吧， NA 的这套通天晓呢，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。优点是它确实变形设计太好玩了，尤其车头的变形设计是属于那种让你完全意想不到，然后又能高呼那种，无论是你自变还是你在看的时候，都会让你高呼一个妙字的。但是呢，人形还有整个穿上马甲以后的这个通天晓的人形，美型度方面欠考虑的太多了，所以说优点缺点太明显了。这个我觉得还是说看你的侧重点方向，你是追求美型，追求一个小比例的还原度，那这一款你绝对会认为它不合格的。但如果你注重的变形设计，注重一个手上把玩变形好玩有意思的话，这一款会带给你不少的惊喜。